因为对我来说，能力是前面的数字，你跟人际关系的连结是后面的数字，就是0。比如说我的这个能力是99分，因为人际关系我深耕，而且我人际关系网足够广的时候，我可能分数会变99000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会跟米克相处的，因为米克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像人。所以你是说他不是人？可能是史瑞克。那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有距离感，就是你一定在藏些什么，人怎么可能那么完美？我跟 Michael 变熟有一个契机，是我跟 Michael 分享，就是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然后那个时候反而因为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的距离就拉近了。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自我成长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礼拜5的下午5点正式上片，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相关的议题呢，欢迎可以关注我们。今天这一集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的前辈，然后也是我在开 Podcast 之前呢，就会一直有听他们的节目了，可以算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一种。这个也这样讲。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思维杠杆的米克跟 Michael。耶，大大家家好，我是思维杠杆米克，我是思维杠杆的 Michael。能不能请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自己的频道？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对话，所以我们就透过对话去聊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主题。那有分3个，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第二个是自我成长，第3个是自我接纳。所以我们所有的主题都选这3个范畴。那特色就是我们喜欢在传递知识的时候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传递，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会讲一些直男笑话在我们的频道里头。在这个节目，就是米克很会看书，然后会吸收，输出的时候是让很多人都可以听得懂的。那其实我们都觉得这过程是很有价值，他会很爱问，这样无形当中就诞生这个节目。这里也帮大家补充一下，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客气哦，因为思维杠杆已经算是目前全台湾在付费的订阅制，应该算是蛮前面的，不晓得排名怎么样，我后来没有看后台。就是那个是蛮惊人的哦。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甚至我过去有一次在一个大型活动的场合碰到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工作团队大家都很有才气，然后又很年轻，可以凝聚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做事，我觉得很棒哦。所以这一集一开始呢，我最想要去问的就是，像你们之所以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打造出一个知识品牌，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算蛮大的。那你们觉得能够做到这件事啊，跟你们很重视与人的连结，你觉得这个比重大概占了多少？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可能很难用比重来回答，因为对我来说，能力是前面的数字，然后你跟人际关系的连结是后面的数字，就是0。比如说我的这个能力是99分，但是我的因为人际关系我深耕，而且我人际关系网足够的广的时候，我可能分数会变99000分，它是后面的这个放大器。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用比重去形容，而是我自己的才华，因为获取了人际连接，然后别人愿意帮助我，给我机会，然后他们是我的贵人，然后我的最终的成绩被放大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从刚出社会，然后我就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频宽广的人。意思是，假设我今天跟这个蔡奇亚这个卖鱼的阿姨，然后到很精英的分子，我是不是都可以有跟他开启话题，去聊天，去更深度认识他的这种可能性？你要去跟这些人交流，代表说你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角色放在从他的位置去看待世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舍弃掉很多的是非对错，因为你只是想要看他为什么在那里。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就是我觉得跟人的交流比较不会有评断啊，然后你会跟别人有更深度的合作，然后你会更看见别人，别人也会看见你。然后你的视角跟你的盲区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像 Michael， 你跟米克的连结是因为什么才越变越深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会跟米克相处的，因为米克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像人。因为一般人说话，所以你是说他不是人？可能是史瑞克，他是食神，就是他会说出来的话会比较很肯定，然后就会好像你讲每一句话都是金句。有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回复他，就是当时我会自己会有点卡，
然后稍微有点自卑，我是不是不太会讲话？然后他又看很多书嘛，会分享很多知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也太特别了吧，就是怎么会讲话都是金句，然后慢慢就跟他相处，才会觉得哇，这个人太有价值，他怎么可以一直学习？因为认识很多人，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学习，在讲出他学习的东西的时候，是会有比较多需要练习卡住的过程。但米克是他看完，他马上就可以讲出来，而且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是收敛过的，然后他讲的内容是大家一定听得懂，会震撼的。我就觉得哇，那这样子的工作伙伴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抓住他，讲这个太有价值了。那哪一天会不会不小心会成功什么的？就是当时是这样想的。其实我想要分享我跟 Michael 变熟有一个契机，是我跟 Michael 分享，就是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脆弱。跟我自己比较无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反而因为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的距离就拉近了。因为我过去其实是蛮武装自己的，我会希望自己看起来就是像鸭子在水面上，那你不知道它在水里面在飘的。我觉得我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要在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平静，但实际上我背地里可能是很硬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跟 Michael 诉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才感受到我的温度，而不是一个总是看起来很完整的。对，我想到，因为早期的米克刚合作，其实他是比较就是会呈现出很完美的那一面，他不会分享很多的负面跟脆弱，讲的话都是非常正面的。那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有距离感，就是你一定在藏些什么，人怎么可能那么完美？就是怎么可能？所以其实我跟米克真的变熟是好像共事了1-2年之后，对，然后差不多才慢慢再更熟。不然其实很多时候都像是工作上的这种默契而已。那如果想要像你们这样，可以去打造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人脉圈，因为你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们聚集的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乐于学习，对，然后乐于分享，甚至是这一群人的自我成长的意愿很高。是，那我觉得可以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其实是很棒的。对，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这一个工作形态也好，是生活形态也好，甚至个性也好，对他要自己能够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人脉圈，如果他没有经验，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个建议或方法？我觉得第一个是不要害怕，先从小地方、小的团体开始。我记得我6年前我就开始办读书会，然后第一场只有9个人，我就觉得就是人少有人少的温暖，人多有人多的这个你可以收获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不要害怕跨出第一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是，如果条件不允许，你先去参加别人的，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鼓励大家，能力许可你成为第一个人，能力不许可你找这个平均值很高的团体，然后你可以去加入它，去接受这个环境当中的感染。我觉得这个都是蛮能够立刻可以执行的方式。你通常要准备破冰去聊天，你一开始都怎么做？因为我会先知道说他可能是哪一个共同朋友带的嘛。对，就是我认识我可能会先跟他聊一些共同朋友的话题啊。但是我其实不太会去跟他探索职业相关，刚开始不会，我可能会用瞎哈拉的方式，就 small talk。你最近没有发生什么很幸运的事啊？聊闲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关键其实刚开始不是破冰的时候聊什么，关键是你要先把内心当中有一个观念给移除掉。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影响我很深，就是人接受陌生人闲谈的这个心理意愿度比你想象中的高，非常非常非常多。怎么说？就研究显示就是这样。比如说，而且这个是可以评分的。就举例来讲，你今天在路上你在搭高铁的时候，假设你想要跟旁边的人闲聊，他如果没有戴耳机在看剧的话，你可以先在心里面设个分数，比如说我觉得待会的对话只会给我心理感受2分，满分10分。但其实你实际跟他聊之后，通常你的实际感受会比你原本心理预测分数还要高，他的意愿通常也会呈现比较高。就是人，尤其是在现代，其实大家都在用手机的情况是非常缺乏连接，所以有一个人愿意非常倾听你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体验。所以我认为抛什么话题都可以，但抛完这个话题之后，你要进入到我很认真倾听，我是想要认识你，你说的话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连接自然而然就会被建立起来。那你会很常破冰吗 ，Michael？ 我其实蛮常的，很怕尴尬的氛围，所以我会一直想办法去破冰。对。而且 Michael 很会讲笑话。你目前破冰一定成功的笑话是什么？一定成功的笑话：圆形、正方形、三角形，
哪一个形状里面藏着老鼠？我乱猜哦，三角形，对，是没错。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三角函数，三角函数。好很生气。这个对我来说会破局哎，破局。没有啦，我开玩笑。这时候我说不好笑是不是啊？那我再想一个，然后开始翻那个笑话集。但是我觉得这样就聊开了，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害怕在你面前就出糗啊。我觉得讲笑话的目的，如果你是为了要取悦别人，你会很常让自己失望，因为绝对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的幽默感买单。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如果别人觉得你不好笑，但是你这个行动是出自于善意，就是我想要破点冰，我们两个人可以距离更 close 一点。我觉得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他其实反而心门会打开。是，没错。所以像你们如果破冰之后，你们会怎么样去创造？就是说，这一个朋友我觉得不错，那未来怎么跟他可以再保持一个弱连结？这个我们擅长，就约他来我们读书会。因为我对太多人都有好奇，我训练我自己要去看到别人美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每个我认识的朋友都好棒哦。这好想跟他请教点什么东西。如果有机会，好像很合作。你是如何能够做到真的都先看到美好，而不会被他的缺点给干扰了？因为缺点有分几种，绝大部分的缺点我其实是不太在意的。那除非那个是攸关诚信问题，或者是他很爱嚼舌根，这种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摒除掉这些类型之外，我会觉得绝大部分人的行动特质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比如说一个人他相对起来看起来比较沉静跟内向，那他是不是有可能他的优点是出在他是非常细心跟细腻的人？所以我就会去看他，那如果是他的特质在这边，那我怎么样可以去欣赏他这个特质？然后去感受他的特质是从什么样子的故事跟人生故事跟经历去养成这样的特质，我很好奇这件事。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跟人的这一个连结，本来就是你心里觉得在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而不是一个刻意而为之的事情。我觉得后来都变成自然而然，就是我后来第一个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跟人连接的，然后这是一个蛮奇妙的状态，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被排挤很长一段时间的，那我不太会交朋友，社交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我的所有社交能力都是20几岁之后才开始养成的。哇，看不出来。那比方说像你们是因为有读书会可以邀别人来，对。可是如果比方说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活动，可以去把别人邀过来的。对。那你觉得以你看过的一些朋友，他们通常会是怎么很自然做到维持弱连结这件事情？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社交平台会给予关心之外，因为我过去也总有没有办读书会的时候嘛，我其实就是很自然而然约朋友吃饭，我说我觉得很久没有见了，下次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想一些问题，就是我想要更了解他的地方，然后去问他，因为通常有些时候就是我请教他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我有些时候请他帮个小忙，因为我会知道他的专业或者说他的特质特长在哪里。我觉得用这种我请教别人的方式，去增加连结，其实是很棒的。或者是单纯表达欣赏，就是我最近看到你这个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很恭喜你，然后有机会一起出来吃个饭这样子，对啊。唱歌也很好约啊，看电影啊，吃饭啊，其实只要约出去做一件事情，就一定很有空间可以聊很多话题。因为你们活动越办越多，然后人脉也认识越来越多人了。对，那我相信找你们的邀约也会变多，对不对？今天是你们有局，然后就约别人一起来玩。对。可是开始可能也会有人想说，约你们去做什么，然后去哪里，甚至是一起完成什么事这样。那因为我很喜欢你们在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当然可以跟干脆不要。这一个衡量标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刚开始学会跟别人怎么样去建立连接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毛病。我会因为行事历上面有空，就会跟别人说好啊。哪怕心里面当中没有这样子的意愿，也会因为既然我有空，那我为什么就不去一下？然后我就很常在出门前2个小时开始觉得
太消耗了，为什么不想出门，不想出门。为什么当初要做下这个决定？那如果我突然说我不去，我又会是一个一直失去信用的人。那我为什么到底要这样搞自己？所以我们后来就跟 Michael 就贯彻一个原则，叫做如果不是当然可以，那就干脆不要。就是任何一个邀约，他一送来，你手机一看到或电话一接到，你没有那种。拜托，兄弟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当然可以。那这种如果不是这样程度的兴奋度，我就会选择干脆不要。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人喜欢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人不是喜欢成功的人，人喜欢快乐的人。所以你出席每一次活动的时候，你都带着振奋跟快乐，就是我来这边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那大家会更喜欢你，而不是你勉强去一个邀约，你就想说啊，对不对？大家去酒吧喝酒，你就自己人在想说，可是我明天7点还要起床上班，那没有人会喜欢你嘛。对。所以如果你不是带着你自己好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所有一切都是干脆不要。因为我其实，在书中里面还有写，你想想看。你不去那个活动邀约，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你可以整理家里，你可以折衣服，你可以帮你家的植物浇花，你可以吸地板，你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留给自己去做的。你不一定要每次都要勉强自己出席。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会变成说，你也可以去衡量，那我现在的朋友是不是一定要用频率的方式去维持，而不是你们建立深度？因为我觉得很多深度的关系，它是真的可以保持弱连结。我很多朋友其实1年可能只见1次面，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连接是深刻的。我觉得那个不是靠频率去堆叠起来的关系。那这样像你们之所以可以，比方说聊得来的朋友，对，几次碰面或者是一段时间的相处，你们就可以建立很深的连接。通常是因为你们很习惯做什么？第一件事是，我会非常好奇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经历，他的喜好。他觉得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觉得最困难的课题，然后他觉得现在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我很爱问这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拿掉你所有身份标签之后，你这个人的所有一切，所以我们才会设计卡牌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跳脱这些标签去认识一个人最完整的方式，所以在聊这些所有话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分享彼此的脆弱，然后我并不害怕把我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分享给他，跟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样子的课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互相揭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建立一些很深刻的连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抱持好奇心，不断的提问。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让 spotlight 在别人身上，就是你永远都要让跟你对话的人临在感，就是我听得到你在说话，你永远要让对方是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人，这个是很大的关键。然后第三个我自己的小诀窍是让对方帮点小忙，我是很喜欢让对方帮点小忙的人，就是我知道你有收藏这本书，你可不可以寄给我？或者说我是很喜欢要求别人帮个小忙，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连接会变得更加的深入。我其实也是在聊天过程会有很多的好奇心，我都会问到对方会说，那你呢？其实这句话就是已经聊开了，反而是对方开始对我好奇了。因为人在一直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越说其实心门是会越开的，而且会越说会越揭露很多可能自己脆弱的一面。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就是已经心门全开了。那如果对方在问那你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愿意把心门打开的嘛，我觉得这个时候连接就已经完成了。而且我们书里面有提到说要怎么去倾听对方的一些说话的方式。就你是真的能够听进去，你不是对方在讲的时候，我要问什么问题，因为那个状态你其实是会被观察出来的，就你没有在那个当下，就我真的认真听你说话，那我要怎么回复你所有问题那是自然而然就会蹦出来的，他不需要去思考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才会有在那个当下一起的感觉，而且有时候会看见别人的善意跟脆弱。其实书里面也有说，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到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会有很多连接。像你们这样在跟别人聊这些脆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哪一次的经验是这样聊完，你突然对那一个人完全改观，有点像 Michael 对米克改观这样？哇，应该几乎跟每一个人聊到脆弱的那一面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哇，我不知道原来你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是，我觉得反差吧，就如果有些人他是个性比较硬、比较悍，可能比较激进的，他可能分享完他的脆弱，你会发现原来你经历过这些事情才变成这个样子。
那很多的这些反应跟这个性上的一些呈现就会比较能够理解，对。但是如果说没有聊过，会觉得哦，你干嘛这么激动这样我觉得是这种反差感。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以前我确实也不喜欢交朋友，那现在跟人的互动会有一种期待感，是我如何透过另外一个人截取世界的这一个时间，然后去从旁边看到我从来没办法看到的事情。是，对，因为就像你们的人生的经验也好，你们现在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其实会跟我们不一样。那以前的我会比较偏向是那种，我如果跟一个人聊天，大概有50%的专注力在我现在该怎么办。可是我刚从你们身上再一次学到了，其实是整个过程是我更希望的是我重视眼前的人。对，那我也想要理解你。所以之所以连结会深，是因为理解变深了。是，对不对？而不是我一定要有什么价值或能力才可以。它或许是加分项。那既然刚刚都聊到脆弱，可以让关系拉近了。我们刚开录前就在紧张，先准备3星的给我，不可以看哦，抽一张。好，我抽这个。对，好，米克先好了。好，哇，这需要想我最近一次感到内疚的时候是，哇，这很近大概是这2周前的事。2周前到1个月，就是我去看我阿嬷。因为我阿嬷现在已经是，我觉得算身体状况非常差，然后年纪也非常非常大了，然后已经卧床一段时间。然后我去看我阿嬷的时候，因为跟我上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状态是落差很大的。那我内心当中就会有那种哇，因为阿嬷是从小把我带大嘛，我内心当然会有这种内疚跟自责，觉得我实在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搬家，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很深的自信，就觉得说哇，这个我自己如果把自己视为一个非常重视家人的人，那为什么我没有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维系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亲情？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算是内疚的情绪有在一下，它后来变成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自省，就是我在省思。就是我当时候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然后我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人生排序的很前面。这个我先擦一下眼泪，没有，因为我跟我阿嬷的感情也很深，只是她走了。那接下来就换那个 Michael， 你那一题应该也不好回答。我这一题是分享一个你印象深刻的失败经历，描述当初他的感受，以及现在你如何看待他。好，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就有一任的感情是我非常用心经营，那他大概有8、9年的时间吧，我记得。对，然后总而言之，他最终就是分开收场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当时挫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已经用尽我全力的方式去经营这段感情了，可是为什么最终他还是失败？我已经用尽全力，可是结果还是不如预期。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会让我很难受的，而且我其实那时候是刚跟米克做思维杠杆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走出来，大概有将近快3年吧。其实我在做思维杠杆的这3年，都是会有这种很多这种震荡。那其实这个震荡有没有好处？有，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个节目的这种提问跟洞见，还有一些我在人生上面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我就会跟米克说，这个能不能拿来聊？因为我会觉得说，哇，我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工作、感情，就是这些人生上的一些高低起伏，一定很多人也有遇过，所以我蛮理解这些在这些情境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所以回到这一题，我现在又如何描述当时这个感情失败？我会觉得就是这也是我会看待去年，我觉得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愿意跨出去，就是把它放下，就是你要看见这个情绪，让它流动，然后对于上一段关系给予祝福，然后就大步的往前走，就不要回头看，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视角放在前面，而不是后面。但过去我很容易很多的这个画面进来，就一直回到过去这样。其实如果真的是私底下朋友在聊这个，会聊开，应该很容易哭啦。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在像我刚刚讲那个阿嬷的话题，是我那个时候是跟我老婆分享，然后我整个人其实是陷入到这种很深层的悲伤里面去，而且我觉得那个是我内心当中非常非常软、非常脆弱的那个面向。然后我其实连 Michael 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我已经好几年不愿意去谈，因为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家庭关系当中错综复杂，所以最后才有这个结果出现。然后我后来决定好好去面对，然后好好去处理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反而是很坦然。是，我记得在书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是在谈说跟爸爸在那个医院，那个是你的故事还是？那个是你的。对，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我爸爸就离开了嘛。然后呢，其实那个章节其实我把它叫做感恩所有的相遇。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看一看，我就觉得他应该要把它放在最后一个章节，因为我觉得就算这个人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有激起你的负面情绪，你也值得感谢，因为你可以觉察到你需要修炼的地方。然后我最后写这个章节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读到一段话，我非常有感受。哪怕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你都可能跟你眼前这个人拥有是最后一次相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可能去澳洲生活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我觉得我是非常珍惜跟每一个人每一次的相处。然后我只要有机会，而且 Michael 完全知道，我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跟我眼前的人说，你在我眼中很棒的地方是这些。是，那我很欣赏，我也很感谢。然后我们在离开之前都会有拥抱。我觉得这个是我珍惜人际关系的方式。我要用行动去告诉他，你在我的眼中是重要的。然后我在你身上有看到很棒的特质，然后你有照亮到我，然后我觉得很温暖。就是因为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包含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会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这灵魂拷问是，如果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我有没有哪一些遗憾是存在的？比如说，我明明很感谢一个人，但我没有说；我明明很欣赏一个人，我上次想要脱口而出，但我没有做；我明明想要给一个人拥抱跟安慰，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去做。我尽可能想要把这些遗憾降到最低，所以用感恩的心情去对待每一段人际关系，然后好好去拥抱别人，然后好好去说出心中的感谢跟对不起。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最终还是回归到这种善良的起心动念。那最后我能不能问 Michael 一个问题？像米克他的这一个中心思想是跟人的连结跟感恩吗？是。那你的呢？我一开始在遇到米克之前，说实话，我比较容易看到这个世界比较不好的一面，每一个人的缺点，那甚至是更亲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伴侣，我都会看到很多的缺点。那我都会用我自认为正确的方式，想要去告诉对方要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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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这么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认为正确不代表是真的正确。那我抱持这样子的状态，一直到后来有跟米克共事之后，我发现米克他是怎么看人都会看到一个人的优点，跟一个人美好的一面。我想说，兄弟，你这样太危险了吧！天真的，你臭小子，你这太天真，这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对，我刚刚疑问有点这种感觉。对，然后然后又跟他共事，所以其实我就会站在比较防守，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想要去保护的，有早期的时候的这种状态，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哇，有一些牛鬼蛇神看到米克这么单纯纯粹，然后就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出手去处理这样。对，那我是自己在跟米克共事这么多年，我在想说，我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其实是不舒服的，我是痛苦的，因为我如果把每一个人的每一面都看得比较坏，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其实蛮内耗。我如果换个方式去看到每一个人的优点呢，他有没有美好的一面，那会长什么样子？我就反过来跟米克学习。那反而说实话，第一个我自己变得更轻松、更舒服、更自在；第二个，身边的人也会更舒服，相处起来也会更融洽，因为他知道说，就是我的美好有被你看到，甚至是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美好，或者是优点，或者是这个人哪里真的是很棒。当你被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有看见我。那因为米克很会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一直在学这件事情。那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不会倾向
看到一个人所有的不好的一面、缺点，也不会倾向看到一个人所有最好的一面。我会都看，但是我一定会先把优点去说出来。就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更完整一点。不会只是一个极端值的呈现，都只看不好的，这社会很危险，每个人都是有一些目的的，这样我累嘛。看太美好，我会觉得哇，这我会不会太单纯？事实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它应该是并存的。但是我要怎么去统整这个资讯进来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修炼的地方嘛，对不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资讯的一个场域。是，所以你要找到好跟不好的证据，一定都找得到。对，是，对，只是差别是，如果我们一直找坏的证据的话，我们可能起的那个防备心也好，或者那个评判心也好，都会在就是不知觉当中，然后就泄露给对方。是，对，然后触发对方的那一种另外一种防备姿态，造成连结无法。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状态，就是人在关系当中很容易自证预言。就是举例来说，假如我第一次见到 Jaco 的时候，我觉得 Jaco 这个人要小心提防。那我跟你的互动，我也会变得警戒模式。对，人类在抓到另外一个人的表情，大概只需要17微秒吧。所以微表情是你在互动的时候，你就是抓得到，你就是知道这个人他好像在想些什么。那你这种微表情被别人看到的时候，比如说 Jaco 看到我这样，你也会对我提防，所以我就验证了我的想法是对的。你就是一个有在想什么的人，所以这个叫做这个自我的预言的实现，就是如果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很棒，但是如果你超出了我刚开始预期这个假设，那我会把它放在心中啊，这是我刚开始的预设错了，那我调整一下，因为我要根据证据来行动，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我假设大家都是很善良的方式去相信到底，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受伤。其实这样很好，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愿意看好的一面，可是不代表我们的警戒是我们的这一个观察就放下了。是，就是你一定要随着证据的出现，然后要去调整你的想法。但是在没有这种证据，就是这个人是坏人的这个证据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会先预设他是好的。那这样子的预设是让我觉得舒服。而且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短影音，他是在谈一个那个研究的数据。对，他的研究比较特别，是把一群人就是派去跑步，对，所以他们流汗不是会有衣服，就是汗味。然后另外一群人是被派去高空跳伞，所以跳下来不是会很紧张，所以也会流汗，所以他就会给完全不知情的人去闻这两种衣服，这样。没错。可是他们观测他们的反应是闻到跳伞的那一组衣服，这些人他内在会突然闪过恐惧的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是跑步的，他们闻到可能他内在调动的反而是开心。所以他其实好像在谈一件事，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在交流讯息，未必是用眼睛。对，应该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在传递这样。所以我觉得到后来，其实修炼自己的心，跟我们愿意去好好连接一个人。我觉得其实看到你们在写这本书的内容，跟看到你们在做的事，我觉得最难得的真的是你们是用行动在做。对，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难得，因为我可能是在几次跟你们互动之下，我发现你们，比方说你们书里有提到，对人是慷慨。对，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一点。比方说，你们书里也有提到一句话，是在谈那个你对一个人的眼光，它就会造成他怎么生长，对他的养分。对，那我看到你跟你们的工作团队在互动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你们的那种信任感是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害怕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提升自己、建立好的人脉，所以我们进入一种就是我一直在学东西。一直在看道理，可是呢，没有一个我在做，所以那个体会我拿不到，所以我其实我很欣赏的，真的就是你们是做你们正在讲的事情，对，那而且你们也因为这样创造了很好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要用功利的角度看，去说我就是为了把事做成，对，所以我才创造这些人脉。我觉得它其实变相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活，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我看到最后的一个感想是，其实这个好像就是通往幸福跟快乐的其中一个工具书。对，它让我们可以在各种人际层面都可以运用。这样，那最后能不能一点点时间，你
你们可以推广一下可以自己写的这本书。哇，我认为呢，这本书从8岁到98岁都非常适合读。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尽其所能的跟 Michael 在这本书所有的用字都是用比较浅白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为什么把它拆成26个章节？第一件事是我们当然认为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太多了。第二件事情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还没有培养起阅读习惯，如果我们用比较小篇幅帮助他们，其实我一天就可以消化一篇，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去建立自我成就感。然后第三件事是，我觉得这个书里面谈及的内容跟工具还有自我反思是多的，因为我们在每个章节在最后都有留下提问，所以我认为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在我心中它要满足一个标准，就是不同人看他会有产生不同的心境跟想法，他也正在这本书当中创作跟觉察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有满足这样的元素，所以我们谈了人际关系，从你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交友圈，怎么样选择伴侣，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怎么样建立自我的边界，怎么样自我觉察，我们都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认为今天你想要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本书它可以陪伴你走一段旅程。我自己觉得是，我希望它是一本工具书，就是我跟米克我们讨论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些书，阅读上面其实是不容易吃进去脑袋的，因为可能写的太文言文，或者是有一些用字遣词会让人家不容易了解。那我们都觉得说，其实书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吸收，念来用的，可以用，它应该是工具书。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也可以跳着看，每一个章节你去挑你觉得你有兴趣的章节，然后你看完之后，实际拿来运用看看，看能不能帮助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去尝试给大家的，就是希望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本工具书，它是真的可以拿起来使用的。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本书我自己也有看，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如果可以早10几年看到这本书，应该人际关系会好很多。可是想一想，这又不现实，因为代表你们得14岁就要写这本书，是这样吗？所以后来想一想，你们比我幸运，可以更早知道这一本。那现在已经在各大书局、各大平台都有，那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一本很棒的工具书。我是 Jaco， 我是米克，我是 Michael。好，那我们就有缘再见，拜拜。拜拜。